嗨，大家好啊！如果你在德国上班，当一个全职打工人，每个月的收入到底有多少？是不是人人都能过着体面的中产生活？那些传说中的高薪职业，医生、律师，能够轻松年入100万吗？这里当然指的是人民币100万哈。要想达到100万欧元的年收入，大概只有自己开公司了，而且要做得好才能有这个业绩，靠打工是做不到的。还有一点，大家在视频的评论区经常会提到的，就是德国的收入差距很小。那在德国当大学教授和当流水线上的工作人员，收入真的差不多吗？今天这期视频就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几个话题。我们还是用数据说话。Stepstone 2023年的德国收入报告内容第一条就给出了，在德打工人平均年收入是53118欧，这是税前的年收入。更具说明性的其实是年收入的中位数，就是你的收入达到这个数呢，在德国有一半打工人的收入比你高，另一半的人比你低。德国税前年收入的中位数是43842欧元，也就是税前月收入3654欧元。按我所在的下萨克森州的一级税卡来算，税后的可支配月收入在2369欧元。你在德国挣钱德国化，换算成人民币没有太大意义。那2369欧的可支配月收入在德国是怎么样的一个购买力水平？我以我自己的小家庭为例子吧，我们一家3口在德国的中型城市布伦瑞克，平均每个月的支出在2000欧元左右，这是一个比较节俭的支出。我们的房租很便宜，是10年前就签的租房合同，平时也都是自己买菜做饭，几乎不在餐厅吃饭，也很少出去旅游，平时没有任何奢侈型的消费，名牌的化妆品、护肤品、包包、鞋子、衣服都不买。就这样2369欧元的月收入，也只是将足以覆盖我们一家3口每个月的支出而已。如果房东要涨房租，或者我们决定贷款买房，那肯定就不够了。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肯定是在德国哪些人群收入比较高嘛？影响收入的主要因素有行业、所在城市、公司规模、受教育程度、性别和工作年限。Stepstone 总结了德国5大收入最高的行业和5大收入最低的行业。收入最高的行业第1名是银行业，年收入在57631欧元。但是银行业并不是一个扩张型的行业。就我在德国生活了10几年的经验得到的印象，我经常使用的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德国商业银行是一直在关闭分行的，他们在缩减人员和开支。而且我接触过的银行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外国人，也能从侧面说明外国人要在德国的银行业扎根是比较难的。德国收入最高的职业群体是医生，医生税前年收入的中位数能达到93793欧元，而且我遇到的医生很多都是外国人。不过医生的学历门槛也很高了，得是博士。在德语里，医生和博士就是同一个词 Doctor。 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在德国博士毕业，他女儿以为他要当医生了，要成 Doctor 了嘛。德国收入最高的行业第2名是航空航天，年收入56153欧元。第3名是制药业，年收入54822欧元。第4名是保险业。德国的保险业，我目前有办理过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，都没有遇到过外国的工作人员。第5大德国收入最高的行业是汽车行业。接下来德国5大收入最低的行业，第1名是 Gastgewerbe， 怎么翻译呢？大概酒店业、餐饮业、接待业都属于这一行业，年收入在34195欧元。不过德国的服务员是可以收小费的，应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德国收入最低的行业第2名是农业、林业、渔业和园艺业，年收入36141欧元。第3名手工艺业，年收入是37483欧元。第4名是文旅业、文化业、运动业。第5名是交通运输业。再来看看德国哪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比较好。如果你想在德国收入相对高一些，可以往这些地区找工作。我们看这张图，蓝色越深表示这个州的人均收入越高，还是一目了然的啊。南德的收入最高，包括拜仁州、巴福州和黑森州。不过收入最高的是一个州级市汉堡，年收入在48132欧元。德国的西部工资比东部更高，西部的工资蓝灰色的这一片，年收入在44000
欧元左右。东部的工资就是蓝色的这一块区域，柏林除外啊，年收入在37000欧元左右。总的来说，按照原先东德和西德的分法，西德的收入水平比东德要高15%。要说德国哪座城市收入最高，是斯图加特，它是巴福州的州府，年收入在24088欧元。其他几个影响收入的因素，公司规模、受教育程度、性别和工作年限 ，Stavestone 给出的结论是符合我们一贯的认知的，那就是公司规模越大，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年数越高，收入相对较高。男性的收入水平比女性则要高13%。最后聊一聊德国的收入差距。德国的收入差距确实不大。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结果来看，在这个研究中统计了19000户德国家庭，共计35000人。在德国，单身人士税后月收入超过3700欧元，就已经属于前10%了。如果每个月税后收入达4560欧元以上，则排名前5%。税后月收入7190欧元，已经是1%的所谓上层人士了，大概就是医生、公司的管理层还有大学教授能达到这样的收入水平吧。德国的最低工资呢，如果按德国的法定最低时薪12欧元来算，一份全职的工作每个月的税前收入在1920欧元，按下萨克森州的一级税卡，税后是1400欧元。我之前在阿尔福特的汽车零件厂穆比尔实习的时候，那边流水线的工作人员月收入基本在税后1800欧不到，1800欧元给一个单身人士也是够花的，但是和月收入2800欧元相比，花起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欧元在德国的购买力还是比较强的，不像人民币啊，收入相差1000元，感觉也没多大区别。在德国收入多1000欧元，花起来会松快很多。一个大学教授的收入和流水线上工作人员的收入差距能达到3到4倍。老实讲呢，差距不大，但是是完全不同的消费体验。